就在今年4月17日，美国突然宣布送给台湾400枚鱼叉导弹，就是陆基型的鱼叉导弹。然后台湾花了360亿买了400枚鱼叉导弹，就是岸基反舰导弹，准备部署在东北沿海、东南沿海、西南沿海跟西部海岸。据称，此次军售项目的主要承包商为波音公司，为期8年，包括技术支援。美国务院官员声称，近来这些军售案是基于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必要的军售，使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合同包括400枚 RGM-80L-4 型反舰导弹，4枚 RT-80L-4 模拟遥测弹，411个集装箱配套器材，100部海防系统发射器运输车，以及25部雷达制导设备卡车。此外，台方还将获得各种备件和维修零件、支持和测试设备、技术文件、人员培训服务和培训设备，以及美国政府和承包商的技术援助、工程和后勤支持服务。其他后勤支持要素的。那么岸基型鱼叉反舰导弹性能究竟如何？岸舰导弹又称岸防导弹，是一种从陆地发射的反舰导弹，可用于沿海防御、封锁海峡等目的。按照部署方式的不同，岸舰导弹可分为机动式和固定式。机动式岸舰导弹安装在发射车上，灵活性较高。台湾当局获得的岸基型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就属于后者。该导弹由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研制，在麦道公司并入波音后，就成为波音的主要产品。鱼叉反舰导弹是目前美军装备数量最多的一种反舰导弹，美军所有的驱逐舰、巡洋舰都装备有这种反舰导弹，甚至包括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也可以用于雷发射管。发射潜射型鱼叉导弹用于打击水面目标。虽然岸舰导弹并不是一种新概念的武器系统，但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美国向台湾当局提供的这片岸基型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其技术层次受到了普遍关注。鱼叉导弹发射重量约 1.11 吨，弹头重量约为227公斤，射程因型号不同，在93到250公里之间，最大飞行速度为 0.85 马赫，在性能参数上属于中规中矩的反舰导弹。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设计反舰导弹考虑到了通用性需求，也就是飞机、水面舰艇和潜艇都可以通用鱼叉导弹，因此很受部队欢迎。除了美国外，北约大多数国家，包括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海军都装备有鱼叉反舰导弹。该导弹也是美国唯一一种在全球有口皆碑的反舰导弹。在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台湾当局对于鱼叉反舰导弹实际上并不陌生。台湾此前曾多次向美国购买鱼叉导弹，早在1997年，美国就首次向台湾出售了54枚空舰型鱼叉导弹。次年美国又对台出售了58枚同型号导弹。除空舰型鱼叉导弹之外，台湾还曾2次购买舰舰型和潜射型鱼叉导弹，分别是2000年从美国买入71枚舰舰型鱼叉导弹，并在2008年购买32枚潜射型鱼叉导弹。这意味着如果此次军购计划成功，台湾武装力量不但将集齐全部4种类型的鱼叉反舰导弹，而且因为对其技术比较熟悉，使用经验较为丰富，所以理论上能够迅速形成战斗力。长期操作鱼叉形成的技术体系和后勤维护能力，令硬件导弹系统的妥善率也较有保障。当然，由于长期以来美国军队没有岸防反舰导弹的需求，岸舰型鱼叉系统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的出口型武器。此前既有韩国与丹麦采购了该武器，美国军队本身并没有装备。按照美制出口型武器一般都要进行技术阉割的常识来看，本身就不受重视的岸舰型鱼叉系统似乎不是一个很有存在感的角色。这一点从岸基型鱼叉反舰导弹系统不高的集成度来看，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更何况作为一种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亚音速反舰导弹，古老的鱼叉在历史上的战绩并不出色，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鱼叉作战效能的质疑。比如在1988年的波斯湾美伊海战中，号称海上弯刀的伊朗约上号导弹艇在岸基雷达的引导下，率先向美国海军巡洋舰温赖特号发射了1枚 RGM-80A 鱼叉，每舰仅通过机动规避和发射8孔特36薄条干扰弹，就把这枚鱼叉导向了大海。随后美国海军诺克斯级护卫舰巴格雷号对伊朗军舰发动反击，也发射了1枚 IJM-80D 鱼叉。然而由于此时约上号已经受伤，干线过低，因此这枚导弹从目标上空掠过，在找不到目标的情况下自毁落海。结果在这场罕见的鱼叉导弹大对决中，双方发射的鱼叉导弹都未立寸功。尽管站在实战经验的角度，鱼叉的能力并不为人们所看好，但台湾引进岸基型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却让很多国家引起警惕，更有一些美国专家直呼后悔并不可以等闲视之。一方面，
台湾目前已经拥有了自研的雄风2亚音速反舰导弹和雄风3超音速反舰导弹，其中台湾武装力量还装备了雄风2反舰导弹的岸舰型号。陆地发射型雄风2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发展阶段，90年代晚期开始部署一个固定阵地，太换员使用的雄风1型岸舰导弹，最初部署于外里岛的雄风2型反舰导弹均安置于强化掩体内。机动发射型也于2002年在花莲县鹤田山固海营区首次试射成功。2005年进入台湾海军海风大队服役，相关装备也具备野外部署和操作能力。不过由于台湾军工产能有限，雄风2的产量并不能完全满足其军事需求，需要通过采购美制岸基型鱼叉反舰导弹系统进行补充。况且雄风2反舰导弹的岸舰型号的固定阵地部署方式生存力低下，而机动型的岸舰雄风2采用的是拖车结构，展开和撤收过程都较为繁琐，战场生存力仍然堪忧。相比之下，或许按照中国和俄罗斯的标准，岸基型鱼叉反舰导弹系统的集成度不高，但相比机动型岸基雄风2仍然有着相当的优势。另一方面，虽然美军并未装备岸基型鱼叉反舰导弹系统，但建设型和控射型鱼叉仍然是其现已装备，这意味着在长时间的技术升级迭代后，大量用于改进建设型和控射型鱼叉的技术成果也会汇集岸基型鱼叉。韩国与丹麦采购的岸基型鱼叉反舰导弹系统使用的是 Block1C 版本的导弹，射程只有130千米，而美军将提供给台湾当局的岸基型鱼叉反舰导弹系统使用的是通过借鉴波音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增程斯拉姆导弹的相关技术的一种升级产品，不但射程达到了280千米，而且升级后的飞行控制系统航路规划能力大大增加，使得导弹拥有沿海攻击能力，不但可确保在复杂的沿海环境中能更精确地导航到目标区域上空，更能够实现对岛礁、近岸、舰船稠密区目标、港口停泊舰船甚至是前进纵深路上目标的打击能力。这就是说，导弹发射车可以布置在海岸线以后，像对陆攻击巡航导弹一样发射导弹，导弹先沿着陆地复杂环境飞行，再出海寻找目标，这样就能够让导弹发射车避免因为布置在沿海一线被发现和摧毁。另外，该导弹的 GPS 接收器能够使用均码标准，这也是军事意义较为重大的。雄风2的惯性制导系统虽然抗干扰能力强，隐蔽性好，但它的累积固有误差较大，而且台湾还没有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只能依靠美国的 GPS 卫星导航，但只能使用其中的民用码部分，而不能使用美军自己使用的军用码。引进的鱼叉导弹则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但打击精度大为提高，抗干扰能力也提高了几个数量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台湾军队体系能力上的短板。不过台湾民间舆论对于这笔耗资不菲的军购却是质疑不断，毕竟这项军购案并不在台湾防务部门的5年兵力整建案中，被外界解读是美方硬塞给台湾，通过这一订单来拯救波音。台湾防务部门的解释则是根据模拟分析，必须要增加反舰导弹的数量，但台湾中科院的反舰导弹产能不足，因此才购入美制鱼叉导弹系统，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所以民进党党团书记长蔡适应又表示，台湾向美方采购的鱼叉导弹搭配台中科院开发的天宫导弹系统，即可达到高低配具不同系统配合效果。但台军一位退役将领随即反驳道，蔡适应若不是一时口误，就是军事知识不足，误导大众。作为长期是台湾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的成员，蔡适应将鱼叉与天宫说成高低配，颇令人惊讶。天宫与爱国者性能相仿，是地对空导弹，两者可互相搭配，负责防空任务。而岸基鱼叉是反舰导弹。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多次请求美国支援先进武器，其中鱼叉反舰导弹系统更是梦寐以求的大杀器。然而，这款导弹对美国来说可是战略级武器，白送难免有些犹豫。就在美国摇摆不定之际，丹麦果断站了出来，宣布愿意将自家的鱼叉导弹捐赠给乌克兰，体现了北约国家的一致性。美国见状更是乐开了花，既能通过盟友间的合作支援乌克兰，又能保持对俄罗斯的谨慎态度，可谓一举两得。而泽连斯基听到这个消息后，更是感动得眼眶湿润。那么，鱼叉反舰导弹到底凭什么让乌克兰如此执着？为何台湾也愿意耗资24亿美元引进这款武器？今天就带大家了解这款可以打破俄军黑海封锁，同时增强台湾岸防能力的传奇导弹。鱼叉导弹堪称全能型武器，根据搭载平台的不同，分为4种型号：舰型、空舰型、潜射型和岸舰型。
台湾早前从美国引进了其中3种型号，分别装备在 F-16战斗机、成功级护卫舰以及海象级潜艇上，大大提升了海空作战能力。而此次丹麦提供给乌克兰的，很可能是鱼叉岸防导弹系统，型号可能是最新的 Block 2版本。这款 Block 2型鱼叉反舰导弹堪称脱胎换骨的升级版，它换装了新型电子组件，增加了 GPS 制导模块和对地攻击功能，将射程提升至240公里以上，打击范围扩大了1倍。不仅如此，它还具备对港口和陆地固定目标的精准攻击能力，功能上更接近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单枚鱼叉导弹便能重创5000吨级驱逐舰，甚至让3000吨级护卫舰直接丧失战斗能力。这样的威力让乌克兰不仅能用于海上封锁反击，还可以打击敌方战略目标，彻底扭转战局。俄军此前封锁黑海，导致作为全球第5大小麦出口国的乌克兰，小麦无法通过敖德萨港出口，全球粮价飙升，乌克兰国内怨声载道。而有了鱼叉导弹后，乌克兰将能够通过训练海军，利用反舰导弹突破俄军的黑海封锁。具体来说，这种导弹具备以下几大优势：制海反制力，乌克兰海军可用鱼叉导弹对俄黑海舰队发起精准打击，迫使俄军远离敖德萨港，重新开放海上运输通道。远程威慑力，鱼叉导弹240公里以上的射程，不仅能覆盖乌克兰沿岸，还可以直接威胁到俄罗斯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基地，迫使俄军重新评估其战略布局。多功能攻击力 ，Block 2鱼叉导弹具备末端红外成像制导，能够精准锁定陆地上的固定目标，例如机场、发电厂等关键设施，从而削弱俄军后勤保障，彻底改变战场态势。鱼叉导弹 Harpoon 是美国制造的一款全天候亚音速巡航反舰导弹，其优越的性能使其成为西方国家现役反舰武器中的佼佼者。鱼叉导弹不仅具有强大的反舰能力，还拥有一定的对地攻击性能，因此在现代战场中广受欢迎。以乌克兰为例，如果能获得鱼叉 Block 2导弹，将极大提升其对俄军的重要战略威慑力，特别是在克里米亚大桥这样的关键目标上。鱼叉导弹凭借精准打击能力和较远射程，可对俄方形成巨大的心理与实际威胁，同时它还能有效确保敖德萨港的安全，打破俄军对黑海的封锁，甚至反制海基导弹的骚扰，实现多重战术目标。对于台湾来说，鱼叉导弹的作用同样重要。台湾采购的鱼叉岸防系统具备极高的灵活性，既能通过熊2、熊3导弹形成强大的近海防御体系，又可在需要时发挥其对地打击能力，威胁大陆沿海的军事与经济目标。特别是部署于金门、东引岛等前线地区的鱼叉导弹，其覆盖范围足以跨越台湾海峡，加强威慑效果。鱼叉导弹的一大特点是低空飞行能力和终端俯冲攻击，导弹发射后会迅速降低高度至约60米贴海飞行，接近目标时会突然跃升并俯冲穿透舰艇关键部位爆炸，极大地提高了命中率并减少拦截可能。再加上其强抗干扰能力和95%的高命中率，使其成为一种对现代海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武器。鱼叉系列发展至今，经历了多次改进，如 Block 2型具备水面和地面双目标攻击能力，并通过多平台发射形式实现更高战场灵活性。从历史战力看，鱼叉导弹曾在利比亚、伊朗等地区取得过不错的战绩，即便现代海战频率较低，但其威慑力依然不可小觑。无论是为乌克兰反击俄军，还是为台湾增强防御和威慑力，鱼叉导弹的到来都将显著提升区域内的军事平衡与作战能力。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海军在西方情报支持和武器援助下，展现了令人瞩目的战果。他们利用无人机和岸基反舰导弹，成功击沉了包括旗舰莫斯科号在内的至少5艘俄海军舰艇。这一战绩令俄黑海舰队元气大伤，尤其是莫斯科号的沉没，对俄军士气和战略布局造成了巨大影响。莫斯科号是苏联时期建造的1164型导弹巡洋舰，满载排水量达16万吨，配备了远程防空导弹、超音速反舰导弹、近防系统和舰炮等多种先进武器装备，是俄海军的象征性展现。然而，这艘强大的巡洋舰却在乌克兰的2枚海王星反舰导弹攻击下沉没。据推测，导弹的直接命中引发了舰内弹药殉爆，导致船体失去浮力，最终沉入海底。
海王星导弹是乌克兰基于苏联 KH-35天王星反舰导弹的设计改进型，由卢奇设计局研发。乌克兰继承了苏联时期的大量军事工业基础和科技人才，这使其具备了开发先进武器系统的能力。海王星导弹是一种亚音速巡航反舰导弹，飞行时能贴近海面，以极低高度掠海飞行，射程可达290公里。导弹重量约870千克，战斗部重150千克，足以瘫痪排水量5000吨的水面舰只，且命中率极高。海王星反舰导弹系统由多种设备组成，包括装载4枚导弹的发射车、指挥车、补给车以及车载雷达等。系统的雷达探测距离达600公里，具备良好的目标指引能力。每个作战单元包括4套发射装置和至少1台雷达，能进行多车齐射，对目标实施饱和攻击。在导弹发射后，系统可迅速移动至新阵地，以规避敌方的反击火力。这种灵活性和高效性让海王星导弹成为乌克兰海军反制俄军的重要利器。莫斯科号的沉没是否与其自身设计和维护不足有关，引发了广泛讨论。尽管该舰具备强大的防御系统，但或因其雷达和近防系统未能及时捕捉到来袭导弹，导致防御失败。此外，该舰自苏联解体后长期处于有限升级状态，其战备能力可能与现代战场需求存在脱节，最终酿成惨重损失。在俄乌战争中，乌克兰对俄军舰船的成功打击堪称经典战例。例如，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的沉没，很可能是由于2枚海王星反舰导弹精准命中其动力舱，导致动力系统停摆，同时引爆了舰上的 AK-630M 近防炮弹药库，最终导致整艘舰船失去浮力沉没。这样的结果并不常见，通常需要多枚导弹的齐射，以及导弹突破防御系统的近距离攻击，而当时俄军可能仅依靠 A-630M 近防炮拦截，最终未能阻止海王星的突袭。另一艘被乌克兰击沉的重要舰艇是俄军鳄鱼级大型登陆舰奥尔斯克号。这艘老旧的登陆舰于3月24日靠岸时，被乌克兰1枚原点 U 战术导弹精准击中，当场沉没。奥尔斯克号是一艘苏联时期建造的舰艇，满载排水量达4700吨，可搭载300名士兵和20辆装甲车，同时配备了小口径高炮和便携式防空导弹。然而，这些防御能力在面对精准导弹打击时显得力不从心。原点 U 战术导弹系统与海王星导弹类似，都是乌克兰继承自苏联的武器系统。原点 U 使用惯性制导，其导弹型号为 9M79， 由9P129型发射车运载发射。尽管它是苏联设计的武器，但在苏联时期并未投入实战，首次使用是在1994年的也门内战中。此后，原点 U 逐渐在多场冲突中崭露头角，包括俄罗斯的第2次车臣战争、南奥塞梯战争、叙利亚内战以及当前的俄乌冲突。尽管原点 U 被称为战术导弹系统，但严格来说，它并不属于传统的战术弹道导弹范畴。原因在于其运行特性不同，导弹的弹头与弹体在飞行过程中不分离，其配备有机载控制设备、弹翼和方向舵。此外，导弹发射车还配备了自主惯性制导系统、陀螺稳定平台和数字计算机系统，使导弹可以在飞行过程中进行实时控制，直至击中目标。这种特性使原点 U 更像是一种具备高精度和灵活打击能力的战术武器，能够在小规模冲突中发挥巨大作用。乌克兰军队在俄乌战争中的表现堪称以小博大的典范。例如，乌军使用原点 U 战术导弹成功袭击了俄军位于罗斯托夫州的米勒洛沃空军基地，还重创了停泊卸货的奥尔斯克号登陆舰，直接导致这艘满载近5000吨的老旧鳄鱼级舰艇沉没，同时让2艘同级舰船受损。可以说，乌克兰将有限的武器资源用在了最关键的地方，取得了以1枚导弹换1艘军舰的极高战果。此外，乌克兰还摧毁了俄军的3艘小型舰艇，包括2艘猛禽级快艇和1艘11170型颜羚羊级登陆舰。这2艘猛禽级快艇是俄罗斯仿制瑞典 CB-90突击艇而建，原本是执行蛇岛任务，结果在行动中被乌军的 TB-2 无人机精准击毁。而那艘颜羚羊级登陆舰同样是在蛇岛附近任务时遭到 TB-2 无人机的打击被击沉。这些接连的损失显示出俄军在战术执行中的疏忽，
也反映出乌克兰灵活高效的作战策略。目前，尽管俄军黑海舰队的实力因这些损失受到一定削弱，但仍然保有相当的战斗力。其主力水面战舰包括3艘11356M 型护卫舰、2艘1135型护卫舰、3艘22160型巡逻舰、4艘21631型导弹舰、6艘1124型反潜舰和5艘1241型导弹艇。在两栖战舰方面，尽管失去了奥尔斯克号，俄军仍拥有3艘鳄鱼级、4艘蟾蜍级登陆舰，以及4艘沿羚羊级登陆舰和6艘猛禽级快艇。而在潜艇力量上，黑海舰队没有任何损失，依旧保有7艘基洛级常规潜艇，其中6艘为最新的636-6型。随着莫斯科号巡洋舰的沉没，11356M 型护卫舰已成为俄黑海舰队的新核心战力。它们不仅性能先进，承担的任务也十分关键，包括黑海封锁和对地打击。这些新型舰艇暂时顶住了防线，但乌克兰已经通过岸舰导弹、无人机以及灵活的游击战术，持续向俄海军施压。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正在等待西方援助的鱼叉反舰导弹系统装备部队。一旦鱼叉投入使用，俄黑海舰队将面临更大威胁，可能会被迫改变战术，甚至在对抗中显得更加被动。可以预见，黑海方向的战斗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会继续针对俄海军发起伏击战，以保护敖德萨，而俄罗斯则会全力打击乌军的岸舰导弹阵地。双方在这一方向的交锋将更加激烈。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